杨顶天4层乾坤大挪移就能碾压3度，还打瞎了杜鄂一只眼睛。为什么张无忌7层乾坤大挪移依旧破不了金刚伏魔圈？其实通读原著就会发现，这2场对战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在书中，杜鄂亲自回述过这件事。他说，当年与杨顶天一战惨败，不仅2个师弟重伤，自己还被打瞎了一目。此事过后，师兄弟3人回去就闭关悟禅30年。这句话直接点明，30年前与杨顶天对战时，3度还没有修炼金刚伏魔圈。彼时的杜鄂、杜杰、杜烂也只是3个各自为战的少林高僧。3人虽然在人数上有优势，但没有任何默契。面对已经是一方枭雄的杨顶天，完全是1+1+1小于3的局面。也正是因为3人配合漏洞百出，杨顶天才能凭借自身雄浑修为，搭配4层乾坤大挪移，正面击溃3人。这场惨败也成了3度终生的耻辱与心魔。回少林寺后，他们3人闭门参禅，日夜苦修，清净毕生，心血创出了金刚伏魔圈。这套阵法能让3人心意相通，内力合一。一人如果受到了攻击，另外2人能做到瞬间支援，阵法之中形成了完美闭环，内力循环往复，永远不会力竭。还有他们手持3根黑锁纵横交错，远可耗敌，近可防御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，毫无破绽。金刚伏魔圈可以说就是专门针对杨顶天这种单人强者的，所以此时张无忌对付的是满状态的3度，杨顶天对付的顶多是半成品3度。此时的张无忌身居九阳神功、太极拳剑、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顶级配置，论战力应该是要远超30年前杨顶天的。可是他依旧破不了金刚伏魔圈，叫上杨逍、殷天正一起，还把他外公殷天正害死了，最后联手周芷若才勉强打平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主要是2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很多人误解了乾坤大挪移的定位，认为它层级越高战力就越强，实则原著明确定义过，乾坤大挪移的核心作用主要是挪移尽力、拆解招式和激发自身潜能，是天下第一的防御周旋借力功法，但没有任何正面强攻破局的霸道能力。杨顶天30年前能碾压3度，也不是只靠乾坤大挪移，而是他的另一门绝学大九天手。旧版中说杨顶天师承杨过，这套大九天手融合了杨过黯然销魂掌的霸道特点，所以他一出手就招招致命，可以说是极致的强攻破局神技。在对战没有金刚伏魔圈的3度时，杨顶天以大九天手主打输出，而4层乾坤大挪移则用来辅助控场。如此攻防兼备，配合生疏的3度自然不是对手。而张无忌他的7层乾坤大挪移本就不算完美，因为原著明确说过，乾坤大挪移最后19句心法他一直未能参悟通透，所以他的乾坤大挪移顶多属于残缺版7层。最要命的是，张无忌一身武学全是防御续航拆解类的功法，如九阳神功负责续航，太极拳脚擅长以慢打快接力打力，似乎从头到尾没有一招刚猛爆发的大杀招。面对金刚伏魔圈这种内力闭环、无借力点、无破绽的阵法，他的这些辅助武功其实作用不大，最多就是能让他坚持久一点，相当于拿着最顶级的防御盾牌，却没有破开城门的长矛。就像乔峰、郭靖有招牌武功降龙18掌，秒人的战绩多不胜数，而张无忌都到大后期了，还做不到随意秒人，这和他的功法其实有很大关系。第二，就是2人心性的差异。杨顶天作为一代枭雄，执掌了明教数十年，他半生征战江湖对敌，从不留情。对战3度时就是这样，只要抓住破绽，他就会全力强攻，根本没有丝毫顾虑。反观张无忌，天生性格就仁慈心软，顾念极多，这种性格直接锁死了他的战力爆发。光明顶上周芷若刺他不还手，明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闯金刚伏魔圈也是这样，面对3度的步步紧逼，他从始至终没有一丝伤人破阵的杀伐之心，全程期分手3分功，一直用太极在那儿跟人家慢慢耗。试问这怎么可能破阵？要知道顶级强者对决，心境是决定成败的最大核心。你要是一开始婆婆妈妈瞻前顾后，可以说还没打就输了一半，这也是张无忌空有满级武学配置却打不出破局威力的原因。